前阵子呢，我们主要测了荣耀 Magic 5 Pro 的表现，可以说这代大杯的综合体验没啥毛病，也有自己突出的亮点啊，比如说顶级的国产 OLED 的兼顾显示效果和护眼，大电池加持下呢，续航很稳，游戏表现呢也 OK。虽然说部分场景的拍照算法、系统细节功能呢还有待改进，但总的来说呢，是荣耀独立以来综合体验最好的一台旗舰。不过今年4000档中杯机型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那么 Magic 5标准版的产品力到底行不行呢？光看参数就能发现，这代中杯是真的挨了不少刀。IP68 无线充电、UFS 4.0、高功率快充，这些一个都没给上。上代 Magic 4支持的 USB 3.1还给砍了。最离谱的骚操作就是上代中杯是 XO 线性马达，到了 Magic 5标准版变成了入门级 Z 轴，震感非常散，建议关掉系统震动效果来提升日常用机体验。祖传的短焦指纹、主摄没有光学防抖也都继承下来了啊！对比去年的 Magic 4，可以说是原本有的这代砍了，原本没有的这代照样没有。就外围规格来讲，给人第一印象就不太好了，部分规格甚至连2000块的机子都不如。就凭这个堆料，想在4000价位段立足，那就必须要有足够长的长板才行。外观部分，这台荣耀 P60荣耀 Magic 5采用的是居中单摄挖孔加4曲面设计。曲率呢，相比 P60 Pro 和 Magic 5 Pro 都要更小，基本是属于 2.75D 的微曲效果了。两侧呢，基本没有视觉色偏，但是在侧滑或者上滑时都能感受到曲面过渡带来的顺滑手感，实用性和美观度呢都做得不错。就正面来说，我觉得比 Pro 的药丸挖槽呢更强。后盖的设计和 Pro 没啥区别，摄像头模组呢缩小了一圈，从2郎神变成了小2郎神。稍微和谐了一点点但真就一点点，能不能接受这个设计还是看你个人反正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是不如上一代 Magic 4的。那么满分10分，你会给这个机子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中框同样是平直设计，后盖 AG 玻璃材质和 Pro 一样，颗粒很粗，不沾指纹，但是握持呢比较滑。标准版相比大杯重量轻了将近30克，宽度呢依然是超过了75毫米，拿在手里呢还是有点胖胖的感觉。但总体而言属于是常规尺寸机型里面比较轻薄的一类了。虽然说是中置单摄挖孔，但是 Pro 上的部分智慧感知功能被保留了下来，比如说识别人脸、显示息屏、屏幕内容跟随人脸方向呢也都有。但同时呢，也就意味着没有3D 人脸，解锁只能靠短焦指纹加上6.7英寸的这个屏幕尺寸不算小了，指纹解锁体验比小米13呢是难受许多。反正我还是原来的观点，3000以上价位短焦指纹就应该被彻底淘汰。之前测试的 Magic 5 Pro 游戏整体表现呢还是不错的这代产品终于是解决了强行降画质的骚操作，但标准版测下来，游戏表现就明显低于预期了。室温25度，原神20分钟，平均呢只有44.3帧，好家伙，直接刷新了我们测试过8 Gen 2机型里面的下限。游戏3分钟开始锁50帧，6分钟开始锁40帧，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测的是火龙8进1的帧率。整机光呢是4.6瓦，机身最高呢是48度。性能释放怂，温度呢也比较高，估计是没啥散热堆料。到了夏天，游戏体验呢估计会比较堪忧。对比小米13，平均呢是59.6帧，整机光呢是5.4瓦，机身最高呢是44.5度左右。一加11平均呢是57.1帧，整机光呢是5.5瓦，机身最高呢是45.9度。帧率稳定性相对于小米13呢略差些，可能是2K-E4屏幕功耗相对更高的关系，但依然比 Magic 5呢是好太多了。王者荣耀90帧倒是没啥问题，全程帧率稳住，画质分辨率呢都正常，整机光呢是3.1瓦。日常的性能调度方面 ，Magic 5和 Pro 版本表现一致，用修改报名的 G-Benchmark 测试，单核多核纯净的分别是1000加和4200加。调度上来说都是让 CPU 跑在高能效频率节点上，配合最新系统改进的动效，日常使用还是比较丝滑流畅的，程序多开呢也没有明显的掉帧问题。当然，对于荣耀旗舰来说，影响流畅度的主要还是目前的高刷策略。这一次呢，标准版和 Pro 版的高刷策略竟然还有区别比如 Magic 5 Pro 音乐类锁了一个9摄兹，其他呢都是120赫兹，而标准版则是4个音乐类都是锁9摄兹。视频类 Pro 呢只有 B 站开放了9摄兹，其余呢都锁6摄兹。标准版 B 站、优爱腾都是9摄兹，短视频6摄兹。反正对于8 Gen 2机型来说两者的高刷策略都是比较怂的一类。续航方面 ，Magic 5标准版搭载的是5100毫安时电池，300尼特5G 加 WiFi 混合续航测试成绩呢是6小时59分。因为电池容量差异实际续航相比 Pro 版还是要略差些的。至于充电方面嘛，还是老问题这个66瓦是比较差的66瓦，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7.58瓦时，不如小米13的残血版67瓦，完整充满耗时呢需要48分钟。对比1加11，有线充电速度慢了一大截对比小米13来说，少了无线充电，无法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无线补能。根据目前网上的反馈来看，标准的屏幕呢是京东方、天马、微信通混用我们这台抽到的和大杯一样，供应商呢来自京东方。
实测6个区块平均峰值亮度呢是1206尼特，手动最高呢是609尼特，高低亮度差只有24尼特，表现出色，并且激发亮度设定上也没啥毛病，2万勒克斯噪度和5万勒克斯噪度分别可以激发到724尼特和1215尼特。屏幕默认的校色表现和 Pro 一个水平，平均色偏呢是2.1，覆盖100%的 sRGB 色域和86.5%的 P3 色域。P3 色域覆盖呢要比一般机型低一些，切换到标准模式之后，平均色偏呢是2.0，变化不大相比 Pro 的1.1呢要差一些。护眼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标杆，高亮度类 DC80尼特以下呢是216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屏幕环节综合来说表现不错，护眼方面相对于一加的全亮度低频 PWM 调光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另外，对比小米13，屏幕显示精细度会更好些，类钻牌折损之后呢大概是358。在2000档机型开始大量普及光学防抖之后 ，Magic 5主摄呢依然是没有光学防抖这点是真的比较坑虽然说没有光学防抖不代表夜景一定不行，但是相同传感器算法的情况下，拍摄的成片率和画质肯定是不如有光学防抖的机型至少目前 OVM 中杯机型里面，主摄没有光学防抖的就它一台。在上一个系统版本里 ，Magic 5主摄的夜景噪点可以说是非常明显。在更新了最新124版本之后，比之前呢是好了些。优点呢是大部分场景自动夜景算法的灯箱部分色彩还原还是挺准的，小图观感呢还不错。但是放大一看，大多数夜景里存在比较严重的涂抹油画感，很多夜景建筑纹理看起来都是歪歪扭扭的。之前 Magic 5 Pro 虽然说也会有这方面的一点问题，但是毕竟大底加光学防抖，大多数夜景呢是没啥毛病的。白天场景的观感就要好许多 ，HDR 算法给的比较到位，色彩方面和 Pro 一样走的是鲜亮风格。当然，偶尔呢也会遇到一些艳得过于辣眼睛的情况，希望后续呢能够改得克制一些。3台机子的长焦焦段各有不同，一加11呢是2倍 ，Magic 5呢是2.5倍，小米13呢则是3.2倍。荣耀的这个2.5倍解析力来说表现不错，比如说拉到5倍，超分算法介入之后，细节表现反而是成了3台里面表现最好的。不过长焦的自动曝光呢有时候会偏高，导致部分画面看起来呢会有些泛白整个画面的色彩观感呢是不如另外2台的。超广角支持自动对焦，白天细节表现好于小米13，但是晚上呢因为算法的问题，基本就和小米13菜鸡互啄了。有些场景噪点会非常多，而小米13呢则是纹理细节比较差。这里一加11的表现最强，无论是画面的亮度、纯净度还是细节表现呢都要更好。简单小节播，相较于 Magic 5 Pro 的水桶全面这次中杯的刀法确实是有点离谱了。虽然说是8键了，但是高负载游戏很拉垮。入门级 Z 轴马达震感比较差，没有 UFS 4.0，有线充电速度慢，主摄呢还没有光学防抖。实际成像呢白天还行，但是夜景成像表现确实不太行。一台4000块的机子，外围规格搞得还不如一些2000块的机子。我觉得去年 Magic 4啥都不改，就升级个处理器，都比今年 Magic 5标准版来的有竞争力。核心优势呢，可能就是 1.5K 屏显示效果不错，高频 PWM 调光对于频闪敏感的同学来说会比较友好。另外呢，就是能够兼容部分华为生态，系统呢也没有花里胡哨，流畅稳定。但是就目前4000价位段的机型来说除非你是有品牌生态方面的强烈需求，要不然比这个机子强的机型就太多了。追求拍照的可以选 X90， 追求全能的还是小米13更加合适。一加11综合配置都 OK， 但是频闪敏感的同学呢就不要考虑了。当然香不香，价格呢也很重要，你也可以等618大跳水之后再考虑和明哥交个朋友。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做评测的最大动力。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科模。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拜。